同学，今天你来到这里，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什么事情在困扰着你？有的时候走在路上，身体会突然感觉一股强烈、可怕的感觉，感觉变得很奇怪，身体肌肉好像变得很紧张，而且会流很多汗，流的汗好像比平常还要多很多，而且心脏跳得很快，感觉很痛苦，而且这时候头会很晕，失去方向感。我心里会想，会不会要发生什么事了？好可怕哦！会不会是心脏病发？无法忍受这种感觉，好可怕！而且会不会我就死掉了？怎么办？怎么办？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有可能是疑似有焦虑症的这位同学表达他所体验到的这些焦虑的各种身心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探讨一下所谓的焦虑症或者英文称之为 anxiety disorder 那 anxiety disorder 在这个心理学或者临床心理学里面又大约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说有一个是比较广泛的这种anxiety disorder， 像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些例子呢，它似乎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它就是普遍性的那么表达出他的身心的感觉到焦虑的一个情形。那另外还有一大类呢是比较有针对的这个特性，这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恐惧症也就是英文的 phobia。那这些 phobia 有可能有特定的物件比如说有人对一些动物，蟑螂啦、蜘蛛啦、蛇啦等等。那有些人是对社交的情境，我们称之为社会的这个焦虑症那还有说有人是在这种广场的众人这个之间的产生的这个焦虑症最后还有一类现在已经不放在焦虑症里面，我们称为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些不管是症状或者是原因跟它帮它治疗的这个方式所以它就是另外成为一类的。那么在这些各种不同的，不管是广泛的焦虑症或者是特殊的这个焦虑症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从4个面向来看到这些焦虑的症状一个就是比较属于生理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这种反应，心跳会加速啦汗流浃背就出汗的情况非常的严重，然后这个心跳很快，呼吸急促还有另外就是认知的在思维上面有很多负面的、不利于自己的，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希望的等等这些想法。在行为上面不想要去跟别人接触，或者自己就比较保守，或者睡眠上面有一些困难等等还有情绪上面很多负面低落的这些情绪等等，所以大概都可以从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在焦虑症里面都可以期待所会出现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种广泛性的这个焦虑症那这些患者可能常常会不知所以的会感到紧张或者是恐惧就是周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可是他自己就是极度的不安，极度的这个焦虑，没有办法放松，睡不安稳，疲劳啦、头痛啦、头晕，没有方向感，好像每天浑浑噩噩，不晓得到底要做什么整个心率的这个增加或者是不规律等等增加了心理的不适，然后他会在思维上担心我自己是不是要发生或者面对什么样很严重的这些问题，我是不是心脏病要发了，甚至是我可能就不小心突然就整个人就爆掉挂掉等等没办法集中精神做出决策等等，这个都是所谓广泛性的这个焦虑症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另外就是这个 panic attack。Panic attack 就是类似我们刚刚讲的，有很多这种焦虑症的各种的症状，它突然之间瞬间就发作那么毫无预警的这个我们称之为 panic attack， 就是它的这个发作。那这种发作的情形如果是越来越普遍，经常的就遇到，经常就没有预警的
它就发生的话，我们就说它很可能演变成一个 panic disorder 就是变成真的是恐慌症那就整个这个所谓发生率来讲大概在 general population 一般的这个人口里面来讲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的这个统计，大约是1.5%到3.5%之间那么你有这种恐慌的发作，最后呢，这些人大约1.5%到3.5% 的会演变成恐慌症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phobia 就是特殊的这种恐惧症那这种特殊恐惧症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刚才讲可能是这些不同的物体蜘蛛啦、这个蟑螂啦，或者是蛇啦，这种我们平常可能会引起人家害怕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呢当你感受到这个恐慌或者是恐惧的时候就 phobia 的时候你大概都能够知道说这个其实它是对我无害或者不会伤害我，可是你仍然无法抑制让自己能够非常平和的对待这些物体。那这是一种所谓 specific 的特殊的这些恐惧症那大约在一般的人口里面大约是8%，我们可以看到有发生这种特殊的这个恐惧症。那另外大约有2.4%、2.5%的这个人口会有所谓的社会焦虑症那尤其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那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不管你的事业、你的学业或者人际的关系那么能够顺畅成功的这个关键。但是有这样的2.4%到2.5%的这个人口他在跟他人这个互动，他会担心，一个是跟人家的互动的时候会不会做出一些尴尬或者是不是很正面的这些行为，还有就是自己在众人之前如果要做一些行为或做一些表现的时候，非常焦虑，非常担心自己的表现是不是很好所以这两个面向，一个是跟人家互动的时候是不是很顺畅，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这个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众人之前要表现自己的时候，那这样的这个我们称之为社交焦虑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那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广场焦虑症，这指的是某一个人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担心自己可能会恐慌症会发作，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能够顺利的离开这些人然后找到一个安全的这个地方这个广场的这个焦虑症它大概都是先从一开始刚才提到的这个 panic 的发作然后会越来越严重，然后越来越就是离群索居就是不希望跟众人接触，不希望有在众人这个场合里面大约有1/3的人就是如果说你经常的有这种恐慌的发作的话那么在1年内那可能会发展成这种所谓 agoraphobia， 就是对众人所在的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害怕不想去接触不想去接近。那现在我们来谈一下有关于这些焦虑症的它的这些病理的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说基因的这个因素或者遗传的这个因素这些心理的疾病大家会前后会的听到我们重复的讲很多次，就是这个基因遗传一定是占有一定的比例比如说在这些恐慌症里面我们对于双胞胎的研究就发现，同卵的双胞比异卵的双胞大约高了这个2倍这就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基因遗传的因素的影响，而它的这些症状上面大概也有30%到40% 的这些变异性是可以从基因的这个因素来加以解释的那这些恐慌症的人那么他的生理上面也因为基因的这个关系，他有就是过强的这种我们所谓 fight 跟 or flight 的这种 response， 也就是当你遇到了紧急的状况，你到底是要面对它来抗拒它，还是说要逃跑，这些生理的应对的反应特别的这个强的人，可以发生在这些焦虑症的患者的身上或者是说我们让他吸入一些二氧化碳他如果有 hyperventilation， 就是过分的这个气，就是呼吸非常急促或者说你吸进一些二氧化碳，会觉得说好像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的时候，那这些有恐慌症的或者焦虑症的人，也很快就会进入到这个全面的恐慌或者焦虑发作的这样一种状态
那就我们的了解哈，他们在很多大脑的这个组织里面，包括杏仁核或者是海马回，或者是丘脑，还有甚至于脑干的这个部分他们的这些大脑的区域很多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他们的新陈代谢都会比较有一些问题，通常是比较降低的那另外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在一些神经的传导介质比如说这个氨基丁酸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GABA 还有这个血清素serotonin， 他们在这个边缘系统里面，其实上他们是比较低的，但是它比较低的这个结果，好像大脑必须尽量的非常的要努力来弥补这些神经传导介质过低的这个状态，所以大脑的运作反而会是 hyperactive 非常的过分的这个活化那这些过分的活化就容易使得当事人遇到什么情况之下的时候，就会有很强的这些反应进入到这个恐慌、焦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行为或者认知的这个想法上面这些人通常也就是非常对自己的身体细微的这个感受非常的注意，然后会做很多夸张甚至负面的这些解释所以这种认知的因素在恐慌症或者焦虑症的发作上面也扮有一定的这个角色跟这个作用。实际上有一些的研究也指出来如果说我们可以让一个会有恐慌症发作的人，他伴随着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安心的人，这个会减少他发作的几率，因为他总是可以想说，对方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应该也 OK 或者是说，你可以告诉他一些认知的这个训练让他能够控制自己身体的反应，这个认知的因素上面的这个调控呢，也会协助他降低恐慌或者是焦虑的这个发作那总之我们最后可以再去整合起来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vulnerability 跟这个 stress 的 model 生物的因素让你可能是比较 vulnerable， 然后认知的因素呢，让你会过分的解释某一些你遇到的这个情况，那么你就开始生理上面也有很多的这些比较强的这些恐慌或者焦虑的反应。那么经常产生很多次的所谓这种恐慌的这个发作之后呢，你就会想办法要脱离开来说这个让你会发作的地方，这个就会最后的形成我们讲的广场的恐慌症或者焦虑症那么这个是从刚才提到的所谓脆弱到压力的模式，可以给我们一个统整的观点。